跑滴滴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拍打我的车窗，哭喊着：“我的孩子被人贩子带走了，求求你追上去吧！”我笑着掏出了收款码，10块钱的单，只能开10码，要加速，先加价。上一世我倒是好心，为了救人，一脚油门踩到底撵了上去，却不想刹车失灵，冲进了废弃的施工地，车毁人亡。恩爱多年的老公卷走天价赔偿，火速和拍我车窗的女人滚到一起。既然都重生了，那我可要看看你们能不能玩过我。我孩子被前面那辆车带走了，那一定是挨千刀的人贩子干的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啊！女人整个人挂在车窗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一个可怜的母亲在求助。我呆呆地坐在车座上，打了个寒战，被关在车里，活活炸死，剧痛还残留在身上。前世我也被他这么泪声俱下的求过，那时候我刚怀孕不久，医生说是个女孩，为了多攒点钱给孩子，我想着过年人多，便出来跑滴滴，同样是有孩子的人。一听这话，我的心都揪了起来。作为母亲，实在见不得这样的惨案，于是我奋不顾身，一踩油门追了过去。可不想刹车诡异失灵，我直挺挺地冲进了废弃的工地，带着腹中还没出生的孩子，当场车毁人亡。第一时间赶到的老公却只顾关心赔偿金有多少，他立着死了老婆的深情人设，开了直播假惺惺的哭诉：人死了就是死了，回不来的，老婆从前就最心疼我，我现在把日子过好才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啊。他吃着我的人血馒头，带货赚得盆满钵满，一关直播间就回卧室颠鸾倒凤上了，真就一孕傻3年。这么傻逼的理由说出去，他还真就追过去了，跟条见了肉的狗一样。他躺在我的床上娇笑着，在看清他新欢那张脸的瞬间，我目眦欲裂，正是那个拍我车窗的女人。那时我被情绪冲昏了头脑，现在想想，不管是突然出现的人贩子，还是刹车故障，一切都太巧合了，这是个圈套，就等着套我呢。这车我开不得。想到这里，我目光一冷，凭借着空闲时间阅文无数的经验，我立刻想到了一个法子。我摇下所有车窗，开了车门，冲着他一扭头，上车我们追。女人哭泣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，她脸上挂着眼泪珠子，讪讪地说：师傅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是您先追上去吧，我去报警。果然是想趁机脱身呢。我故意大着嗓门喊：你也知道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孩子都被拐跑了，你这个当妈的是一点不急呀，报警你不能在车上报吗？孩子都快丢了，你还想上哪儿跑去啊？一时间所有路人都朝我们看了过来，热心的大妈大婶指着他议论上了：哟，这么狠的心肠，娃娃不是自己亲生的吧？就是啊，刚刚还哭那么狠，搞不好做戏呢。女人备受中心事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我本以为她会知难而退，我也能姑且躲过一劫，没想到她一咬牙，一屁股坐了上来。好了，师傅，快开车吧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么拼，就这么巴不得我死？还是说他不知道这车有问题，要害死我的不是他？可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我想下去了，这辆有问题的车一旦跑快，我必死无疑。他找死，我还想活呢。我沉了下心，把手放在方向盘上，一辆4个轮子的儿童自行车慢悠悠地超过了我。小朋友很有礼貌，超车前还摁了摁小喇叭。我拿出了靠科2的手法，本着不熄火就算成功，有条不紊地开着车。坐在后座的女人比我先急了：大姐，你会不会开车呀？开这么慢，等你赶过去早没影了。我不紧不慢地看了一眼表盘，不慢啊，这车不还在动呢吗？这女人也不装了，她一改刚才眼泪汪汪的可怜相，指着我恶狠狠怒骂：个傻逼女司机，你手指被猪油糊住了是吧？换挡提速不会吗？给条狗喂剩饭都知道叫几声，你收了钱还。我把收款码的塑料牌冲他甩了过去：你付钱了吗？看着他瞬间哑火的样子，我心平气和地开口解释：大过年的，我也是出来赚个辛苦钱的。这样吧，1分钱1分货，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就给你提多少速。说到这里，我故意激他，阴阴地笑了：不是有急事吗？你也不想看那个人贩子跑远了吧？500块，一口价我马上给你120码标起来。女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果然瞬间怒了：500，你落井下石呢？这黑心钱你也敢赚？留着以后给自己买骨灰盒的。我耸耸肩：嫌贵你可以找别人啊，反正马路上到处都是车，我就这个价，急嘛，急就对了。本以为这下总算能把他打发走了，没想到下一秒传来了欢快的提示音：已收款500元。女人恶狠狠地把手机一摔，气得脖子都梗红了。你开，我今天还真就不行这个邪了，这还真是意外之财啊！反正车是不可能开的，我索性装无赖装到底，爽快。但我忽然想到，这追上去了，路程还不知道多远呢，而且这么远的路，又是追人贩子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又不是专业的警察，遇到危险了可怎么办啊？要我这么长时间都保持开120码，得按小时来算钱吧？女人愣住了，目瞪口呆，什么意思？那你到底要多少？我乐呵呵一笑，没多少，刚刚也就少报了1个0，过年嘛，要涨价的。她一下子跳了起来：5000，你疯了，抢钱啊！我要报警抓你这个烂心眼的敲诈勒索。这话终于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了，捕捉到关键词，我立刻神色一紧，冷冷地回答：太好了，
那你报警吧，你这单我不接了。我把车慢慢悠悠地晃到了临时停车带，直接熄火，拔掉车钥匙，一气呵成，干脆不走了。刚刚还叫嚣着要报警的女人，此时只是指着我，一顿无能狂怒的臭骂。很快，他就把我的列祖列宗都问候了一遍。我开了车门，好心的提醒他，你现在就下去拦车，还来得及在孩子被卖缅甸之前拦下来，也就是捏准了这是一出骗局，我才敢这么说。正常当妈的，在孩子丢了的时候还有心思较这劲的。果不其然，他见我赖着不走的样子，是也不敢真的报警，他自己心虚，下了车之后悻悻地走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这车我是不敢再开了。我立即打电话叫来了拖车，让他们直接拖去检修中心，然后自己打辆车回去。刚一到家，老公正把一盘红烧肉端上桌，嘴里哼着小曲，解掉了围裙，迎着阳光，他俨然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。老公高成，自从几年前创业失败，就没再去找工作，而我靠着家里支持，开了几家小饰品店，不愁吃喝。我当年嫁给他，就是看中了他会疼人，温柔体贴，赚的多不多，没有一颗他对我的真心重要。可现在我们有了孩子，孩子的奶粉、药不湿、学费、生活用品，往后一笔笔开销都让我感到了压力，家里的收入全靠我一人撑着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会在下班之后还用空闲时间跑滴滴。那时候高成拍着胸脯，用那比我还白嫩的手和我十指相扣，他深情款款地保证，放心吧老婆，孩子和家务就交给我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会吃的，吃到屎了还觉得是巧克力。好一个深情的丈夫，好一个软饭的体面的吃法。结果上辈子我头七还没过，他就迫不及待拿着我的赔偿金花天酒地上了，还更是风风光光的把那个害我的女人娶进门。他把头贴在那个女人的肚子上，一样深情地说，反正那黄脸婆生的也是个赔钱货，跟着一块死了，正好给咱们儿子腾位置。女人娇嗔着捶他一下，你讨厌，想让我给你生下来，你就把车啊房啊都写上我名字。可从今天看来，他好像并不知道这车有问题。看来这对西门庆和潘金莲之间并不是完全交心啊。我审视地看过去，他正心情不错地转身，高成脸上的笑容在看见我的瞬间凝固了。老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看着他心虚的样子，我心中了然了一切。我佯装无事，心里冷笑一声，怎么不欢迎啊？他立刻陪笑着贴了上来，贴心地揉了揉我的肩，怎么会呢？你最近忙，我心疼还来不及呢。我强忍着恶心，才没有甩开他的手。吃饭见。我有意无意地提起今天的事，他立即神色紧张地问我，那你怎么处理的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？这副假惺惺的样子，演得我差点就信了。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，没事，被我打发走了，就是觉得有点晦气。晚上高成借口说去丢垃圾，我立即联系上检修中心，预料之中的，他们告诉我刹车有问题。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杀妻骗保的案件，急切地问，还有呢？高成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，我必须收集证据，保护好我自己。于是我特地叮嘱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麻烦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的卧室门便传来了脚步声，我立刻挂断电话，一只微凉的手搭在我肩头，老婆，我给你带了牛奶回来，你今天不是吓到了吗？高成温柔地笑着，把牛奶放在了我手边，给你热好了，你睡觉前喝了吧，会休息得好一点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挤出一个笑意，辛苦了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刚才的话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见了，但现在我还不能被他看出什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在他催促的注视下，把牛奶一饮而尽。我进了卫生间，把水开到最大，然后麻利地扣了嗓子眼，把刚刚喝的牛奶全吐了出来。高成不让我碰杯子，笑着说心疼我，自己拿去洗干净了。借着这个空当，我摸到了他的手机，上锁了，但还在发烫。我一猜，感觉他是打电话找那个女人去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找不到实证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我焦灼地翻着手机，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可他与我聊天的全是他刻意营造出的体贴和甜蜜，一时间完全找不到突破口。忽然间，我刷到了今天的记录，我的指尖停在那道500的转账信息上，一个计划缓缓在心中成型。1个星期后，我告诉高成，老公，我感觉最近有点不舒服，要不最近那几个店就先交给你打理吧。高成的表情甚至看上去还有点克制不住的惊喜，这是他巴望已久的东西，现在我忽然赏给他了。他强压着嘴角安抚我，没事，这不是还有你老公我在吗？你安心养胎，可管理店铺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。何况他已经在家啃我啃了几年，可以说是既没能力也没经验，他不会经营，又在我面前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只得靠他这条命撑着。硬熬时间，每次我明知故问一下，他都扯着嘴角说一切都好。这不，没出几天，他就熬得眼窝发青，整个人像打霜的菜叶一样。我安心躺在家几天后，趁着他分身乏术，给医院打去了电话。你好，产检就不用了。是的，给我换成人流。我嘴上说的轻松，可到底这个孩子与我血脉相连，抛弃骨肉的痛苦一刻不停地揪着我的心脏。我靠在医院的椅子上，无声地痛哭起来。对不起，
可我的孩子不能有这样一个蓄意杀人的父亲。随着眼泪流尽，我的心彻底一点点硬了起来。高成，我会连本带利从你身上讨回来。这段时间，高成一边忙着店铺，一边回到家还要伺候我。我吃着点着腰的车厘子，冷眼看他扶着腰，刚晒完衣服就马不停蹄忙着煲汤。我轻飘飘地夸他一句：“老公，你真好，真贤惠。”从前他也是这样，看见我忙业务团团转，只用这一句话就哄得我任劳任怨。高成的表情活像是吞了只苍蝇，碍于现在还得哄着我，他只得忍气吞声的附和：“没事，我就爱伺候我老婆。”我有意的折腾，让他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下去。眼见时机成熟，我不动声色的又提出要求，推行下一步计划。老公，你看看你，最近家里店里两头跑，人都累瘦了，我心疼，要不家里请个保姆过来吧，我刚好有个熟人介绍的。高成本来就忙得苦不堪言，现在看我主动要求，便也没多想，连连点头答应下来了。我用了张鑫的电话卡，笑着发去信息，我老公答应了，你明天就来施工吧。第二天，高成一开门，便看见那一张怎么也没想到的脸。怎么是你？刘小燕惊愕地站在门外，我抢先说出这句话，故意一把挽上了高成的胳膊。原来你叫刘小燕是吧？就是她。我瑟缩着躲在她身后，拿捏着娇嗔地强调：老公，我前段时间跟你说的那个拍我车窗的女人，就是她骗我，你胡说，分明是你黑心，骗走了我的钱。被我这么一告状，刘小燕顿时挂不住了，她的眼睛盯着我挽高成的手，气得脸通红。不过她是真的，我是装的。高成夹在中间，变了脸色，嘴唇都白了，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，支支吾吾地问：老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冲他委屈地说：跟你提过的，熟人说看之前是做过护士，觉得不错才介绍的。老公，我也没想到是他啊，才怪，根本没有什么熟人，是我雇人调查，假装钓鱼钓上来的，是一场误会吧？估计就是想拍个视频什么的。高成急着糊弄过去，忙不迭地说：我故意扬起声音：老公，你怎么帮着外人啊？我怀着孕在外面跑车，他怎么能拿这样的玩笑骗我？这样没有公德心的人，我听老人说，将来生男孩也要缺那条腿的。刘小燕的脸顿时梗成了猪肝色。你骂谁生男孩天生太监呢？她甚至一时间忘了避嫌，尖叫着朝我扑过来，想扇我一巴掌。我一把把高成推了出去。老公，你看啊，她怎么急了？难道她就怀了这样的种？刘小燕气得直哆嗦，指着我冲高成喊：你还管不管了？这个贱人骂我们的！啪，一道清脆利落的耳光，成功堵住了她的嘴。刘小燕捂着脸上高高肿起的巴掌印，震撼地看着高成。高成一脸做戏做到底的决绝，扭头向着我说话：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自己没公德心，还想打我老婆。老婆，你要是不喜欢他，还是让他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吧。我看着他俩狗咬狗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痛快，欣赏够了，我才假装被吓了才反应过来。我假模假样的拉着他劝：算了老公，我刚刚也是气在头上，一场误会嘛，你也是太心疼我了，既然是之前做过护士的，肯定也懂怎么伺候人，就选他了。我摸了摸并不存在的孕肚，听说他才辞职转行不久，做点善事也是给我们的孩子积德了。高成没想到我突然来这出，原本他豁出去打人，就是想在我面前撇清关系，把刘小燕摘出去。见我这么说，他只得捏着鼻子答应：好，都听老婆的。我对刘小燕一笑：我老公差点要辞退你呢，还好有我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说声谢谢？刘小燕差点把后牙槽都咬碎了，在高成焦急的眼神暗示下，她屈辱地冲我低头，卑躬屈膝地说：谢夫人，您给我这次机会。刘小燕就这样留在了我家，我吃着她做的酱牛肉，一边美滋滋地刷着小说，看着那些虐文，譬如女主被绿茶白月光折磨的情节，我现学现卖，立刻全都给刘小燕安排上了。不是故意泼她一身刚熬的中药，就是派她烧一大锅茄汁虾，再让高成亲手给我剥虾壳。杀人也要诛心。刘小燕每天忙得团团转，还要遭受我的精神羞辱。原本还算美艳的脸，这下变成了怨妇脸。终于某次在楼道，我撞见他抱着高成哭上了。你看着我天天被欺负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他拽着高成袖子，哭得凶悍。你不是说要杀了那个贱人吗？你杀呀！你现在就去把他杀了。高成叫苦不迭，耐着性子安抚，这件事得从长计议，就快了。你再为了我坚持一下。我躲在角落，偷偷把这一幕录了下来。也许是怕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容易露馅。高成说店里忙，每天更是早出晚归，可他不来找我，我可以主动找他啊。老公，今天也辛苦了，我让保姆给你做了你爱喝的莲子汤，一会给你送去。今天也在为了我和我们的宝宝努力。你别太辛苦了。我看着刘小燕进来收拾卫生，这才拨通电话外放，还故意说着一些秀恩爱的情话。高成不得不在电话那头配合着，每天敷衍我几句。怎么会？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可即便如此，点燃刘小燕心中的嫉妒已经足够了。她阴着脸，把刚热好的牛奶往我面前重重一砸，嘴里阴阳怪气上了：你和你老公真是好恩爱的一对啊，那你们之间一定都很了解吧？我假装听不懂，看着他几乎要喷出火的眼睛，还点点头。
对呀，他知道我怀了孕之后老睡不好，专门嘱咐我要喝温牛奶，好安神呢。对别人哪有这样的待遇吧？你也没有吧？刹车失灵这件事，刘小燕并不知情，也许是高成出于谨慎，怕杀我的计划败露，并没有对他交代其中的细节。他最大的目的应该就是独吞钱财，所以我大胆推测，这次刘小燕也同样不知道。她不知道，那我就方便了。我笑着冲她摇了摇牛奶杯，她特地为了我学过营养知识呢，每次喝下去效果都特别好。你看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跟着被他养得这么好。眼看刘小燕脸黑得遮不住，眼里的妒恨像是淬毒，我视而不见地起身，我出去走走，散个步。牛奶你泼了吧，再好的东西，他哄着我天天喝，也有点腻了。刘小燕低下头，一言不发地收走了。我去找了个咖啡店，悠闲地度过了一个下午。等到回家时，我不紧不慢地一推开门，厨房的地板上正横着昏迷不醒的刘小燕，她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鲜血从她的腿间流下，积了一地。高成赶过来的时候，刘小燕还在急救室，看见我和医生在交谈，她几乎是扑过来问情况怎么样了。医生愣了愣，还是先回答她，病人还有身孕，体质也比较差，这次孩子很难保住，以后怕是不能生了。高成猛地转向我，一把卡住了我的脖子，说是不是你害的？你怎么这么毒的心肠？说我很毒。我冷笑着，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，甩手一个巴掌扇了过去。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他是偷喝了我的牛奶才出事的。高成，牛奶都是你准备的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老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浑身一哆嗦，刚想开口解释，我冲他一举手机，医生说了，牛奶里检测出了毒药的成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有什么你去公安局说清楚吧。高成很快被带走了，牛奶果然是被下过药的。顺着我提供的线索，警察还顺利地查出了别的东西，那些药剂的来源正是刘小燕，而且她是个惯犯了。之前她正是利用当护士的职务之便，经常偷了药对外售卖，才被医院辞退起诉的。等待着她的将是巨额罚款和严惩。我看着手机上一条条消息，摇了摇头。高成和刘小燕勾结在一起，想毒死我，这事也算是人赃并获了。接下来我只要等两个人一起蹲大牢就好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高成竟然被放了出来。我震惊地听说，根据检测，牛奶中的毒正是从刘小燕来我家之后才有的。刘小燕一个人认下了所有罪行。是的，我就是嫉妒她，明明我和成哥才是真爱，贱女人，不就是比我先嫁给他吗？凭什么霸占着成哥过好日子？那你怎么会把自己毒倒了呢？面对质疑，刘小燕阴森一笑，牛奶是我热的，我不喝，怎么骗取这个贱人来信我？其实我给自己配了解药，但我太恨了，这次下毒剂量超了，没想到啊，没来得及喝毒就发作了。在最后的最后，刘小燕看向了镜头，动了动嘴唇，她说：“你等着吧。”我面色苍白，高成一定是跟他说了什么，刘小燕口中的未必全是谎话，比如他应该早就从刘小燕手中拿到了那批药，出于谨慎考虑，也确实是为了骗取我的信任。前几次牛奶确实都是正常无毒的，没想到却因此阴差阳错帮他逃过了一劫。我一阵头皮发麻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家里门锁被开启的声音，高成推门而入，脸上带着再假不过的笑意。老婆，我这几天没回来，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？他反手把门给反锁上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做。我强压着情绪，摇头拒绝他，不用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若无其事地说，那怎么行？你忘了，你现在还怀着一个吗？我买了你爱吃的鱼，马上就烧好啊。他自顾自地进了厨房，开始一个人忙碌，就和以前一样。我远远望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心中的不安膨胀起来。很快，高成就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他一边洗手，一边扭头对我笑。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，你吓坏了吧？老婆，别怕呀，我回来了。他眼神柔和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看上去是那么令人放心。如果不是上辈子我已经被他杀死过一次，我真的会相信此时的他。高成递给我一双筷子，我颤抖着接过，竭尽全力压下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我丝毫不怀疑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杀我的。刚夹起一块鱼肉，我送入嘴边，勉强咬了一口，就再也忍不住恐惧，发出一阵干呕。老公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好像是宝宝在踢我。我起身就想回卧室关门，争取时间报警。高成猛地伸过手，死死地钳住了我。老婆，不是都去流产了吗？你还装什么？仿佛当头一棒，狠狠正中了我的眉心。我浑身发抖，感觉到高成慢慢靠近过来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老婆，他的手一下一下抚摸过我的脸，发现我恨你恨得不得了，巴不得你死。高成语气中的恨意是那么的清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切齿。所以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我？他笑了，那股炽热的呼吸像电流一样从我身上流窜过去。你凭什么收入比我高，混得比我好那么多？就凭你多念几年书，就凭你这么个女的，凭什么活得比我好？我猛地瞪大了眼睛，和他相处的一幕幕，前世被他害死的一幕幕，与眼前这张脸完全重合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。我竭力忍住，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让眼泪流了出来。是我看出错你了，
高成，怎么会呢？我这不是回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吗？他用力地把我从地上抓起来，递给我一支笔。老婆，我知道你想跟我离婚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就签字，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，你净身出户，我就答应你活着离完婚。我看着他的脸，深吸一口气。你要那么多钱，是准备去捞刘小燕的，对吗？他没想到我这么问，怔了一下，是又怎么样？他那么爱我，我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这样的女人死了，多可惜，你比她该死多了。我僵硬的笑笑，掏出手机，放在桌上向他推了过去。是吗？那你要不要先看看这个？那是一段视频，车厢里环绕着情迷意乱的声音。你讨厌，一上来就这么粗鲁。刘小燕娇声连连，哪能怪我？还不是你这个小妖精，把人都快急死了。然而出现的是另一个男人，并不是高成，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。你不是说是个软饭男冤大头吗？怎么骗婚骗到现在还没成功啊？还不是因为他太没用了，我都把要配给他了，居然说不敢用，叫我配合他让那婆娘飙车。我还喊你帮忙演人贩子，结果人家没上当，真是废物，哪都比不过你。两个人情到浓处，男生补充了一句，他知道你追求刺激，在他的车上这么玩，肚子里还不是自己的种吗？刘小燕嗤笑一声，放心好啦，就他那脑子那胆量，他能想明白，也不敢跟我叫板的。我扭头看向高成，他脸色铁青，双眼发直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那段视频。那次之后，他就怕我从车上再查出什么，一直不让我碰。我预测到了这点，在检修后就偷偷放了摄像头进去，但我没想到他会把车钥匙给刘小燕，更没想到会录下来这段视频。终于，高成丑陋地笑了，贱人！他一把抢过手机，通红着眼，贱人居然敢这么对我！趁着他愣神的功夫，我早就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向门口逃去。高成猛地把我一拉，一双手用力地卡紧了我的脖子。你也是贱人，都是你！自从遇到你就没好事。我被他掐得脸色青紫，几乎昏厥过去。这时，外面忽然响起了清晰的撬锁声。警察，开门，不许动！高成，你杀人未遂，证据确凿，现在正是对你实施逮捕。高成慌张地把我当作人质，死死地掐紧了。别过来，再靠近我就杀了他。警察试图劝阻他，不要冲动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什么呀？听见这话，高成再也忍不住，崩溃地哭喊起来，都是你这个贱妇，毁了我的生活。我被他扯着，一步步后退，眼看身后不远处就有一个酒柜，而他因为情绪激动，浑然没有发现。我猛一仰头，狠狠用后脑勺撞向他的鼻梁骨，随着两道碰撞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高成两眼一翻，从我身后栽了下去，鼻腔里涌出鼻血。高成这次是真的入狱了。原本他还因为和刘小燕串通作案，证据不足，很难坐实罪证，可经过他这么一闹，加上我脖子上青紫的掐痕，全部都是铁证，加上这2天我把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全部交了上去，假扮人贩子的那位奸夫也被缉拿归案。最后我很顺利地离了婚。警察说他想见我最后一面，我答应了。刚一进门，他双手戴着手铐，怒吼着朝我扑了过来，活像一只疯狗。我平静地关上了门。警察同志，看他这样，还是就让他在这过年最安全了。高成被判了无期徒刑，刘小燕在同样因为参与他的阴谋，杀人未遂，也是吃上一辈子牢饭了。不出几日，又有了新的消息传来，高成在被定罪后就整日神志不清，在某天突然挣脱了束缚，从审讯室冲了出来，他就用手上的手铐活生生砸死了刘小燕，最终因为控制不住被当场击毙。我听了一时间既后怕又唏嘘，害我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单方面结束了，一切都已经过去。我卖掉了车，扔了所有和高成沾边的东西，我重新回到我的店，麻利地给员工包了几个红包。他们打趣着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，我笑着回答，那是姐不跑的，还提新车了，过年带你们一块吃顿好的去。